大块的肉串经过大火的烘烤，给人带来足够的能量。挂满枝头且已成熟的橘子任君采摘。夜晚跟自己的好兄弟在山上烤鸡喝酒，畅谈未来的发展计划。独自一人在山上经过几个月的发展后，赛迦在山上开垦出了一块相当大的空旷地块。一大早，赛迦用石头开始在空地上垒起一道石坎，今天要在空地上挖出要搭建房子的地基。为此，赛迦也准备了一些时日，今天还特意叫了2个年轻力壮的小伙伴过来帮忙。要把带有斜度的地面刨挖平整，靠一个人的力量，所需的时间必将是很长的。而有了小伙伴的加入，能为自己省下不少时间，能更快地打造出自己的房子，这样就可以正式开启了自己的创业大计。而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到了该吃饭的时间了，3人围坐在火边，开始了木炭烧烤。为了下午能够有充足的力气劳作，赛迦准备的食物也是非常丰富的，有鱼有肉，不能怠慢来帮忙的自家兄弟。等火上的食物烤熟，3人坐在铺上芭蕉叶的泥土上开始进食，而米饭也是自带的，毕竟单单肉食没有碳水化合物也是不行的。等3人吃完饭就继续开始忙碌起来，尽快的完成工作，也能让自己的好兄弟早点住上新房子。而另一边，赛迦的老婆小慧却是在家照顾着赛迦之父和赛迦之母。当然，等赛迦打造好了场地，老婆也就过去发展养殖畜牧业了。而今天他却要到山上的果园中采摘自家种植的橘子，穿上雨鞋以防蛇虫的叮咬，背着竹篓就往山上而去。而此时的赛迦已经开始挖掘要立立柱的桩洞，为后续的工作做准备。等挖完所需的桩洞，赛迦把准备好的立柱放进桩洞中，开始搭建房屋的结构。而就快要到饭点的时候，好兄弟提着一只老母鸡就来了，就问这样的好兄弟哪里去找。放下鸡后，好兄弟也立马加入了建造房子的行列，减轻赛迦一个人的负担。而老婆小慧也带着自己的好闺蜜到了山上的橘子林，开始采摘成熟的橘子。挂满枝头的橘子任君采摘，小慧很快就摘满了1背篓，跟着闺蜜返回。而另一边的赛迦有了好兄弟的帮忙，进度也是非常的快。好兄弟处理完鸡，把夹在竹片上的鸡放在火红的木炭上烧烤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天色也暗了下来，鸡肉也烤得差不多了。2人坐在火边聊着天，等待着另一个还没有到的好兄弟。这时拿着手电筒的好兄弟也来到了营地，3人席地而坐，开始了今天这相聚的晚餐。来，你拿菜吧。拿到。bây giờ có tổ ăn qua ra có gì ra rồi tôi ông bên luôn rồi lầu giò không mà 第2天，赛迦在屋顶上铺盖好塑料布后，又在塑料布上加上一层稻草，既能隔热也能保暖。而后在斜坡上挖掘一些泥土覆盖在屋顶上，防止大风一吹把顶上的稻草都吹跑了。用竹子在空地上围上一个宽敞的猪圈，供4只2师兄居住。精致的用竹片绑扎起一个鸡笼，再养上些鸡，正式开始了自己的养殖业，种上一些木薯当做自己或动物吃的食物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从山上把砍伐好的竹子往营地的空地上背，自己住的房子已经建造完成了，接下来要为已经驯化的野猪搭建一个猪圈，有了更好的居住环境，才能统一化的进行养殖。在地上挖出要给猪圈立柱的桩洞，接着把准备好的木桩放进桩洞中进行夯实。等立完立柱，把竹子按照一定的规律摆放在立柱旁，然后在竹子和竹子之间留好相应的空隙，再用野生的铁丝进行绑扎固定。等固定完，把猪圈4个角长出来的竹筒用锯子锯掉，让猪圈看上去更加的美观。在猪圈一面的当中位置锯出一个口子，方便动物们的进出。完成了围栏的搭建，赛迦把自己驯养的几只野猪关进新搭建的猪圈中，先让他们熟悉一下新的居住环境。而接下来赛迦要在猪圈当中搭建一个可以躲雨的棚子，毕竟到了赛氏家族，肯定会给自家动物享受到最高的待遇。而这次搭建的棚子还是相当快速的，有了野生铁丝的加入，工作效率至少要提高1倍。在屋顶上简单的铺上一些芭蕉树叶，就能解决雨天下雨的烦恼。完成了猪圈的建造，赛迦在农庄内割了一些嫩草叶，然后喂食给猪圈中的野猪食用。之后赛迦取来了一些干草铺设在棚子底下，让野猪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带来些许温暖。
忙完了猪圈的事情，赛迦又开始用竹子搭建起了鸡棚，想要发展自己的畜牧业。在这农庄内的配套设施也要跟上。而对于建造方面的天赋，赛氏家族都是从小开始培养。无论是一开始的赛罗，还是刚更新完的赛文，都是荒野建造界说得出口的人物。不说是荒野建造界的天花板，那也算是1等1的高手。而赛迦更是在赛氏家族里出了名的天骄，从他手中搭建出来的建筑不仅结实实用，而且外观也是相当的漂亮。经过几小时的建造，鸡笼也完美收官了。赛迦把自家的小鸡关进新打造的鸡笼中，也让他们适应新环境，然后再给他们喂上些食物，度过新家的第一晚。而后赛迦把挖来的木薯树干进行截断，要在这新农庄内种植上些可供自己食用，也能喂养农庄内的动物。在已经烧过草木灰的空地上刨挖出用来种植木薯的坑洞，接着把小段的木薯树干放进坑洞中，把挖出来的土灰填到坑洞中。而种植木薯的过程还是非常快速的。忙完了这些，时间也是不早了。赛迦开始准备自己的晚餐。今天的劳作非常的辛苦，赛迦也毫不吝啬给自己杀了一只鸡犒劳犒劳。处理完鸡，把鸡夹在竹片上进行纯天然的炭火烧烤。经过长达81分钟的炭火烤制，竹片上夹着的鸡已经外皮金黄，完全烤熟。赛迦给老二和老三分完食物，也开始了自己的进食。新鲜的竹笋嘎嘣脆，要出土及时才会有最贴近大自然的味道。焦黄成熟的芭蕉喂食给自家的野猪食用，享受着来自赛氏家族秘传的养猪法。全新打造的花坛既能种植植物，也能用来养殖鸽子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背着竹篓来到山上的竹林中寻找这个季节特有的食材竹笋。此时的竹笋也才刚刚开始出土，赛迦低头仔细地寻找着，在一棵芭蕉树旁发现了刚冒出头不久的笋尖，拿出祖传的洛阳铲开始刨挖埋藏在土中的竹笋。几铲下去就成功的挖出了今天的第一颗收获。把挖出来的竹笋放进背篓中，赛迦又在刚挖的旁边发现了一颗，而这颗相比起第一颗就要小上很多了。等挖出来后，赛迦就迫不及待用刀开始削去笋的外壳，想要先来尝尝这刚出土最为新鲜的竹笋。哪怕再过几十秒，这带有泥土芳香的竹笋味道就变了。等吃了几口，赛迦就继续开始采挖。而在这没人光顾过的竹林，竹笋的数量还是相当可观的，每走几步就能发现目标。只要你有足够的力气，想要挖个几百斤都分分钟就能解决。经过半小时挖掘，赛迦有了足够自己所需的竹笋了，就此背着竹篓返回。而在返回的路上偶遇一颗已经成熟的芭蕉，赛迦顺便把它砍伐下来带回去，既能自己吃，还可以给营地中的动物补充营养。等回到家，赛迦把背篓中的收获全部拿出来，接着把已经熟透的芭蕉劈砍下来放在铁盆中，准备先来给自家的野猪尝尝鲜，然后把竹笋根部较老的位置也一并劈砍下来，再把它切成小块。通常在赛氏家族里喂猪的时候，不可能出现只有一种食物的时候进行投喂，必须也要在2种或以上才行，不然会被踢出族谱。等喂完野猪，赛迦开始准备自己和老二老三要吃的食物，把刚采挖回来的竹笋去壳进行清洗，接着把洗干净的竹笋切成长长的细条，然后就可以放在火上进行烹煮了。自己吃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。等食物煮熟后，赛迦给老二老三分完食物，自己也坐在地上吃了起来，望着自己打下的江山，想着后续准备发展的方向。等吃完饭，赛迦拿出所剩的玉奶种，准备下午先把种子种上。来到旁边的空地上开始刨埋种子的坑洞，而这块地方先前也一样烧过草木灰，有充足的自然养料。挖完坑洞，把种子放到坑洞中，再轻轻地把土盖上，就完成了此番的种植。而后赛迦在鸡棚旁挖掘要立住的坑洞，要在这块位置搭建一个既能驯养鸽子又看上去像个花坛的建筑，把剩余的木材放进坑洞中作为立柱，然后用竹子作为主体的材料捆绑上野生的铁丝进行固定，把竹筒分为2层，下面这层作为养殖鸽子的住所，在上面一层的竹筒上充填上泥土，既能作为防雨的屋顶，还能在土里种上一些好看的花草，改善农庄内的环境。赛迦把4个墙面全部封起来之后，在墙面正前方的平面上开出几个正方形的进出口，而后赛迦到农庄附近的斜坡上采挖一些蕨草，准备给新打造的鸽子笼装饰一下。回到营地，赛迦把刚采挖回来的蕨草种植在鸽子笼上，还别说，等种上后也没想象当中的那么难看，还挺合适的。忙完，赛迦把关在鸡笼中的鸽子都放进他们的新家中，适应新的环境。全心全意细心地照料着即将临盆的母野猪，在居住的屋旁搭建出厨房和泥灶，方便雨天能在屋内生火做饭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迦一早就在居住的屋旁垒石坎整理地基，打算搭建一个厨房，
方便下雨天能在屋内进行烹饪，也能存放一些日常要用的工具。而要把地基跟居住的房屋一样平，这石坎的高度还是要垒很多石头。赛迦放上一块石头，再填充一层土，周而复返，不停垒砌着。等把石坎垒完，赛迦就上山寻找食材，毕竟母猪所要吃的食物不能落下。而在这竹林中最多的就是现在正值季节的竹笋了。利用祖传的洛阳铲，没挖几下就能把一颗粗壮的竹笋给挖起来，这速度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快速的。而后赛迦又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滋补身体的根茎，开始挖掘。这又到了小编的知识盲区，有认识的老铁吗？评论区留言科普一下，让无知的小编长长见识。等挖了足够的食材，赛迦就马不停蹄地返回农庄，准备喂养猪群。直接来到了猪圈中，把采集回来的竹笋用刀劈砍成小块到猪食槽中，及时的给母猪喂上食物。到了这种即将生产的紧要时期，赛迦也会不定时给母猪喂上食物。等喂完野猪，赛迦把从山上挖来的树根在水里进行清洗，橘红色的根茎看着就像是胡萝卜。洗完，赛迦把根茎直接放进锅中进行烹煮，而后拿着锄头继续平整厨房的地基。看着阴蒙蒙的天气是要下雨的节奏，等把地基平整的差不多时，赛迦把煮在锅中的宝贝倒出来进行补给。这几天不停的劳作，身体也是比较空虚了。喝完大补之物，赛迦开始从山上托运木材，要进行厨房结构的搭建。先把木材放在地上劈砍出所需的卡槽，接着赛迦用野生的钉子对木材之间的连接点进行加固，然后把钉好的框架立起来，捆绑在2根早已准备好的竹筒上进行固定。而另一边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固定好的框架立起来。之后赛迦把横梁钉在2边的框架上加固。随着时间的过去，整个厨房的框架也逐渐成型。眨眼时间到了第2天，赛文给厨房的屋顶用竹子作为底基进行铺盖。等铺完顶，赛迦要先在棚子底下搭建出泥灶，用烂泥跟稻草进行混合，然后在棚子底下已经选好的位置开始进行打造泥灶。一层稀泥一层石块的先围出一个灶坑，接着在灶坑中点上火，使其能够快速的干燥。在这空余的时间内，赛文把厨房的屋顶铺上泥土。在这屋顶上，赛迦也肯定要种上些什么来美化农庄的环境。铺完屋顶，赛迦拿上已经成熟变得焦黄的芭蕉来到猪圈中喂食，而这也是赛迦以后最为重要的收入来源，必须得到最为细致的照顾。当然，赛迦也没忘了给农庄内的其他动物喂上食物。关在鸡笼中的小鸡和已经开始散养的鸽子。等喂完动物，赛迦继续打造未完成的泥灶，给泥灶封上以后，把泥灶的表面用稀泥打磨光滑，而后用木板作为墙面，用野生的钉子把木板钉在上下2根横梁上。这种工作相对来说还是非常容易的，很快就完成了厨房的墙面。接着赛迦用多余的木板在水龙头边搭建一个方便往后清洗的平台。单独的为母猪妈妈搭建一个待产的猪圈供其居住，开个小灶送上产前的营养餐。为了让自己的农庄变得鸟语花香，赛迦在自己居住的周围种上了漂亮的月季花。新的一天来临，为了改善农庄内的环境，赛文从山下买了一些花草苗带回农庄进行种植，在房屋外的斜坡上挖出一个个的小土堆，然后在土堆旁用石头围上一圈，防止雨天把泥土冲散，看上去也更加的美观，像个花坛。然后在土堆中间挖个坑，把带回来的花苗放进坑洞中，再把挖出来的土重新回填回去。赛迦沿着房屋的周围把带回来的所有花都种植上，等以后老婆来了，这花也刚好绽放了，开门就能闻到满院的花香。等种完花，赛迦用纯天然的肥料铺盖在花苗上，让它有了充足的养分，从而得到快速的生长开花。覆盖完肥料，再给花苗浇灌上生命的源泉。而后赛迦把成熟变黄的芭蕉从根茎上掰下来，准备给野猪们喂食，把全部的芭蕉倒进猪食槽中，供野猪们自由抢夺。赛迦也把猪圈中野猪吃剩下的杂物给清理出去。当然，就这些芭蕉是肯定不够6只野猪食用的。赛迦扒开前几天埋在猪圈旁发酵的食物，然后再次的给野猪们喂上食物，让它们有充足的养分，从而得到快速的成长，让赛迦做大做强，再创辉煌，迅速的变成村里的养猪大户。而赛迦也再次整理起猪圈中的垃圾，让猪圈中的野猪有个很好的生长环境。清理完，赛迦在猪棚底下铺上一些干燥的芭蕉叶，让野猪们睡得更加温暖舒适。忙完动物们的事情，赛迦给已经长出20公分的豆苗插上一根竹片，作为它们的攀爬架。第2天一早，赛迦开始搭建母猪生产的育儿房。母猪的肚子逐渐变大，已经告诉赛迦要尽快的进行建造。赛迦还是按照先前搭建猪圈的方式进行建造，先立上3根立柱，因为是靠着猪圈建造的，可以少做一面墙，这也让赛迦省下了不少时间。接着依旧把竹筒按照对应的规律一根叠着一根的进行摆放，然后用野生的铁丝进行固定。
之后，赛迦在猪圈中挖出4个桩洞，而后把4根木桩放入桩洞进行回填夯实。赛迦要给母猪生产的位置铺上地板，隔绝潮湿的泥土，让它有个舒适的环境产子。把2根地板的横梁用野生的钉子固定在木桩上，接着把木板用钉子钉在横梁上。等钉完地板，赛迦又在地板上的位置搭建一个防雨的小棚子，简单的用芭蕉叶覆盖在棚顶上，再在地板上铺上一层干燥的芭蕉叶，产房就完美的竣工了。赛迦用美食把即将当妈妈的母猪引诱到产房中开个小灶，足够的食物摄入才能生出健康的猪宝宝。而后赛文开始制作猪食，把食材全部剁成小块放进铁锅中，好让野猪们更容易的消化，迅速吸收食物中的养分。把食材放在土灶上进行蒸煮。空余的时间里，赛迦也给自己打造一张舒适的小床，已经在小屋内用稻草铺地睡了挺长时间了，也不能长时间的睡在地上。野猪妈妈终于成功的生下了7只可爱的野猪宝宝，而小野猪的天性使然，刚出生的小家伙就开启了战斗模式，要不是赛迦的介入，能打到天昏地暗，直至力竭。新的一天来临，当白蒙蒙浓厚的雾气还弥漫在各个山头时，赛迦已经在开始种植从山下带来的花草了。要在自己居住的4周都种上花，把农庄打造成真正的世外桃源，每时每刻都能闻到花的芳香，营造出在万花丛中生活的意境。等到把剩余的花都种完之后，赛迦把刀系在腰间，准备上山，背上装食材必不可少的竹篓出门，当然也不能忘了拿上万能的洛阳铲。到了山上的竹林中，赛迦低头开始寻找合适的竹笋进行采摘，毕竟现在正值竹笋最为茂盛的季节，是在这山上最容易获得的食物，而且也是自己和农庄中的动物都能吃的食材。稍微长得长点的竹笋，只要用力一掰就能直接带走了，也是相当的方便。而当遇到刚刚出头的，就要用洛阳铲进行挖掘。但埋在土中的竹笋肯定要比全部冒出头来的竹笋好吃，相信这个大家都是知道的吧。在这没有被人开采过的竹林中，竹笋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。没用多少时间，赛迦就挖了足够多的竹笋。而当你在这种竹林中口渴了该怎么办呢？赛迦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怎么办。当然不是每种树藤都能食用的，观众老爷们在野外可切勿模仿哦。采集了足够的数量，赛迦找了一个平坦的位置休息会儿，顺便陪老2、老3玩耍一下。休息完，赛迦用竹竿把地上的枯枝烂叶全都清扫干净，清理出一块位置生火。要在这竹林中把自己的午饭给解决了，毕竟食材自己已经采摘了不少，而生火的干柴在这竹林中也随处可见。点起火，赛迦直接把竹笋放在大火上进行烘烤，有着笋壳的保护，不必担心里面的笋肉会被烤焦。老2和老3也在一旁美滋滋的睡上了觉，等待着老大给他们准备食物。等到把竹笋的外壳烤得乌漆嘛黑，也就预示着已经烤熟。赛迦把竹笋外壳烧黑的部分剥去，而余下无论是笋壳还是里面的笋肉，就都可以蘸着自己带来的佐料吃了。老2、老3看着老大吃，对竹笋是提不起一点兴趣。等吃完食物，赛迦把火用泥土给掩埋，毕竟森林防火人人有责。埋完火之后，赛迦也就背上竹篓，踏上返回农庄的道路。回到农庄，赛迦到水龙头边开始清理从山上带回来的竹笋，把竹笋的外壳剥去放进盆中清洗，接着把剥下来的笋壳投喂给猪圈中的野猪食用，不浪费任何的食材。然后赛迦在农庄内把已经成熟的芭蕉树给砍倒，采集树上已经变黄的芭蕉给野猪准备零食，把从树上采集下来已经变黄的芭蕉倒进猪食槽中供野猪们自由享用。而当赛迦来到野猪妈妈的产房时，7只可爱的小家伙已经在野猪妈妈的怀里吸食着乳汁，这可给赛迦高兴坏了，不带一丝犹豫地扔掉了手中的刀，然后立马放下自己背上的竹篓，开始仔细地数着小家伙们的数量。当然这么高兴的事数上一遍肯定不够的，换个位置轻轻抚摸一下刚产完子的野猪妈妈，接着再数上一遍小猪们的数量。赛迦把剩余的芭蕉去皮喂给刚生完小猪乏力的野猪妈妈。而刚离开母猪怀里不久的2只小家伙就杠上。可以看出这2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家伙野性十足，直到赛迦过来把他们分开才停止了战斗。而后赛迦把产房里的垃圾都清理出去，让小家伙们有个干净的环境玩耍。接着再给野猪妈妈送上产后的营养餐，让野猪妈妈恢复体能，有充足的乳汁来喂养小猪们。赛迦也对几只小家伙爱不释手。
刚出生的小野猪在度过第一个夜晚后意外的死亡，这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？大雨过后，泥墙的墙体脱落，用黄泥重新的补上。制作桌子和置物架，摆放日常用品，远离潮湿的地面。在农庄内的斜坡上种下的蔬菜种子成功的发芽，移植到水源附近开垦好的地块中。新的一天来临，经过大雨滋润过后的山间铺满了白蒙蒙的雾气，给山上各种植物带来了充足的水分。而在赛家的农庄内却传来了噩耗，一大早刚起来的赛家就来到了产房中，给野猪妈妈送上产后的营养餐，查看小野猪们的情况。清点时少了一只，赛家在干枯的芭蕉叶下找到了已经没有生命特征的小家伙。仔细的聆听一下小家伙还是否有心跳，能否有及时抢救一下的可能。应该是昨天晚上就已经被初次当妈妈的母猪睡觉时压死了。这也让昨天喜当爹的赛家结结实实的从头上浇了一盆凉水，提醒他要时刻关注着产房中的动静。满心不舍的赛家给才来到这世上一天的小家伙寻找了一块风水宝地，风光大葬，回归大自然，保佑剩下的6只小家伙能健康的成长。生活还得继续，化悲痛为力量。赛家把自己居住房屋后的排水沟重新的挖深一些，预防大雨带来的冲刷，把从墙体上掉落下来的黄泥重新给填补上去。而后赛家开始在厨房内用多余的木材制作桌子和置物架。由于大雨过后房屋内的地面也全是泥泞，赛家要把一些日常用品全部远离地面的潮湿。也幸好赛家有全套的工具和足够的材料，很快就把厨房内摆放东西的置物架都制作好了，把东西都摆放刚制作好的货架上。之后赛家到屋外平地上挖掘立柱的桩洞，想要在这里打造一套供自己休息吃饭的桌椅，毕竟也不能一直在地上吃饭。有了足够的材料，今天就把桌椅安排上。赛家把4根作为立柱的木材放进桩洞中，然后把挖出来的土回填回去，用铲柄结实的夯实。接着在4根立柱上用野生的钉子固定住横梁，再把2块较宽的木板拼凑在一起作为桌面，用野生的钉子固定在横梁上。而凳子也是跟制作桌子一样的方式进行操作。当然制作凳子相对来说要比桌子可简单多了，没用多少时间就完成了桌椅的制作。适当的休息了会儿，赛家给猪圈中的野猪准备好要吃的食物，等待热气腾腾的食物放凉。空余的时间内，赛家背上竹篓，在自己的农庄内把先前播种下已经长出绿芽的菜种重新挖出来，要把这些植物移植到自己在房屋旁新开垦的地块中，方便往后的照料和浇水。挖够了充足的数量，赛家把植物在自己开垦的地块中进行种植。等种完蔬菜，放在一旁晾着的猪食也已经完全冷却，赛家用泉水把食物稀释，而后就到猪圈中把猪食倒进猪食槽中投喂。等待已久的5只野猪立马就开始疯狂的进食，而赛家对于自己的养殖技术还是很有自信的。5只野猪都吃得身宽体胖，不像赛文那样养得骨瘦如柴，能看到猪的骨架。而后给野猪妈妈也送上食物，几只吃饱的小家伙也在一旁各玩各的。剩余的6只小野猪在野猪妈妈精心的照顾下，皮毛也是油光锃亮，非常的可爱。在丛林中自制梯子，在树洞中采集蜜饼，用石头在农庄的空地上垒砌石坎，准备挖掘鱼塘，发展自己的水产养殖业。新的一天来临，赛家背着竹篓，带着老2、老3到山上采摘竹笋。而刚到竹林，赛家就发现一棵树上的树洞中有蜜蜂出没的踪迹，仔细的聆听这树中传出来的动静。接着赛家直接爬上树，查看蜜蜂的入口，看值不值得自己花时间掏蜂窝中的蜜饼。而事实表明，赛家也许久没吃这种营养成分高的小甜食了。爬下树的赛家找了一棵较粗的竹子砍倒，要先制作一个爬梯才能进行下一步的工作。赛家在竹子上开出一排相对应的孔洞，然后再用木棍从2个相互对应的孔洞中穿过，一个简易版的爬梯也就此完成了。铺上梯子，赛家用刀在树上开凿出孔洞，寻找长有蜜饼的位置。等发现后，接着直接扩大洞口，直至能够取出树洞中的蜜饼。而在这树洞中也只有2块巴掌大的蜜饼。赛家拿着一块蜜饼，直接迫不及待地啃了起来，填补一下空虚的肚子。到了树下，赛家把剩下的1块蜜饼分给老2、老3食用。而这2只傻狗不懂享用，对蜜饼不感兴趣，只能赛家自己吃了。等吃完蜜饼，也正式开始了来山上的目的，采摘竹笋。大雨过后的竹笋生长得非常快，没用多少时间，赛家就采集了足够的数量。等回到农庄，赛家给收来的竹笋去皮进行清洗，当然笋壳一如既往投喂给猪圈中的野猪食用。新鲜的笋壳野猪们也是非常喜欢的。看着自己养的野猪逐渐的长大，赛家也是相当欣慰。而后赛家把采集的食材都切成小块，准备给野猪们制作熟食。一大锅满满登登的食材放在火上蒸煮了。空闲的时间，赛家给昨天刚移植过来的蔬菜浇上生命的源泉，当然自己辛苦种植的月季花也一样的浇上水。等做完这些，赛家把成熟的芭蕉剥去外皮，这次要把营养丰富的芭蕉也一并放到锅中蒸煮。等剥完皮，把果实倒进锅中，继续在火上煮着。
而赛迦拿着工具开始在农庄的空地上测量着大概的位置，要在自己居住的正前方挖一个鱼塘。赛迦先用锄头在空地上挖出一条沟渠，接着用石头垒起一道石坎作为鱼塘堤坝的地基。当然，一个鱼塘在这短时间内是肯定完成不了的，要持续一段时间了。等完成了初步的结构，赛迦把已经冷却的猪食喂养给嗷嗷待哺的野猪们。有充足的食物摄入，才能让猪快速的成长起来，往后也能卖个好价钱。而赛迦这次给野猪妈妈的食物特别的浓稠，并没有用水稀释过，算是开了小灶。在猪妈妈进食的时候，赛迦立马跳进了猪圈，撸起了6只可爱的小家伙，提前先把感情给培养起来。几只可爱的小家伙一字排开，学着猪妈妈开始啃食嫩绿的芭蕉叶。赛迦在自己的厨房屋顶上种下从农庄内挖掘来的蕨草来美化环境，把在猪圈中关了许久的野猪们放出来，让他们快乐地放飞一下，顺便也让他们参观一下自己打造的农庄。由于日夜温差较大的原因，早上的雾气也是相当的浓郁。新的一天开始，赛迦把农庄内刚长出不久的芭蕉树全都砍伐倒，用来喂食农庄里的野猪。毕竟这刚长出来的嫩叶还是非常受野猪们的欢迎，而吃芭蕉叶也是好处多多，其中含有大量的纤维素和微量元素，能让野猪充分的吸收到里面丰富的营养物质，从而得到快速的成长。赛迦把采摘回来的芭蕉叶投喂给猪圈中的野猪食用。当然，对于野猪妈妈和6只小家伙，赛迦还是区别对待的，把芭蕉叶中最嫩的树心位置给剥下来，而后把剥好的芭蕉叶投喂到产房中供野猪母子享用。而几只小家伙也一字排开，学着妈妈的样子开始尝试着啃起了脆嫩的芭蕉叶。当小野猪有了粗食的摄入时，对自身生长的速度也会有一定的提高。给野猪们喂完开胃菜，赛迦背上竹篓来到农庄内还没被开发过的斜坡处采挖蕨草类的植物，要给厨房的屋顶也种上绿色的植物来美化农庄内的环境。赛迦对自己的生活环境还是有一定的要求的，在他给自己居住的房屋周围种花就能看得出来。赛迦把连根带土一起挖来的绿草皮一块块均匀地铺在房顶上，种植的过程还是挺方便的，而要把草皮铺满整个屋顶所需的量也是不少的。这也让赛迦来回跑了好几趟才能把整个屋顶铺满。等铺完屋顶，赛迦把从山下带来的番薯藤进行分解，把多余的番薯叶片给摘去，过多的叶片会导致在种植后分散根茎吸收的养分，对植物的生长不利。等采摘完，赛迦开始在农庄内的空地上刨种植的坑洞。农庄的位置还是非常大的，还有许多地方赛迦都没来得及开发，而赛迦也已经在农庄内种植了不少蔬菜。等挖完坑洞，赛迦把采摘好的番薯藤放进坑洞，然后把挖出来的土重新回填回去，而赛迦又在回填的土上压了几块石头，这是什么缘？有懂的老师傅吗？评论区科普一下。等种完番薯，赛迦把剩余的猪食用山泉水进行稀释，然后把食物倒在猪食槽中供野猪们食用。而今天赛迦把野猪们都放了出来，给关了许久的他们放个假，也让他们参观自己打造的农庄，算是给他们在猪圈外的一日游。